很多小兄弟都说兰朵，我爱窝窝，不是啦，这个自己加上去的。那窝窝这一次呢，就出一个另一套神装奥义魔纹是兰朵的，这样的出装魔纹必然不死，还有爆炸输出，这把做到狂秀对面，狂杀零死，成为整个团队的核心。玩得小心，这种出装一定抓不到。到底怎么出装，怎么魔纹，怎么奥义，还有怎么玩呢？好好享受吧。这里看到对面的景，直接一技能跟上，大招下去控制，再一个二技能把他人都收掉之后，对面2个来抓我们啊！直接一个一技能，然后追到我们了吗？一个回身直接溜了他们。兰朵呢？不在草丛吗？没有了，早回升了。这里直接把对面影州收了之后，再把对面艾米丽收掉，一个一技能跟上，看到对面的查格纳之后，不断的poke他，把他人都直接收掉，做到一个 double kill 0换4。那我教大家呢不用学费，可是呢请在下方现在点个赞哦，大家，你的小小的点赞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支持，对，就是你哦，小兄弟。本节目没有人赞助播出。Hi everyone， 我是 Mad Team 的窝窝。这次带来的是大家期待已久的兰朵实战解说。那如果还没订阅窝窝的频道的话呢，请先订阅啊，要不然的话呢，就是去一个叫你上 S 的方法。那如果你是喜欢玩这个新英雄，或者是玩过射手位，那请在下方点个赞。如果是喜欢玩其他英雄，或者是有其他的路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窝也尽量会出那个英雄的实战解说，或者那条路的实战解说来给你看。那这一次玩到兰朵，走一个魔龙路啊，其实我觉得他打野啊，魔龙路走的是都是可以的一个选择。可是如果呢他来走魔龙路的话，发育还是真的蛮快的，2条路都可以走。因为兰朵这个英雄他 gank 的能力也是蛮强的，那逃生能力也是强的。如果走魔龙路的话呢，就可以先农先归，因为兰朵不像公孙离啊，就是王者荣耀里面，他的2技能呢没有这个可以抵挡飞行物件，那所以在一开始你要跟对面想要压对面的线的话，没有那么的轻松，可是还是使用这个走位啊，这里把对面的2位英雄都点到去残血的一个状态，看到这闪电侠来呢，直接一闪要躲掉啊，这里他再讲这个技能，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我们选一个神圣守护的用途了。因为前期的话，兰朵如果被 gank 的话，他的这个虽然可以有很多的位移，但他的反打能力在前期真的有点难打。所以如果在一个神圣守护的话，可以免掉很多的致命伤害，因为他本来就是血量很薄的一个英雄，加一个护盾给他，对他来说是蛮不错的一个选择。那上一次我们给到的这个装备呢，是出一个全输出流，那个装备呢的容错率会很低，可是它的整体的伤害会很高，会打一个暴击的流派。那对于流人来说呢，就没有这一套装备来的那么的好，各有千秋。可是窝窝呢，在玩久了这个兰朵之后，发现这个英雄啊，使用这个装备也是蛮不错的，很不错，不能说蛮不错，很不错的一个选择。玩下去超级顺手，各位小兄弟可以真的是用这个装备蛮不错的。一开始先出个电刀，那出电刀有一个注意的地方，就是你要先出一个手里剑啊，不要去说直接点一个就预购这个电刀，然后呢就把它全部小装备先出。应该呢先把这个手里剑合上去，因为手里剑它的被动啊，对于我们射手英雄无论谁都好，都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如果上一次我们走全输出啊，没有这个坦度的一个装备呢，会出龙骨剑。这次我们有坦度，所以呢，出到这个装备的话呢，可以出个电刀，不用吸血啊，不太用吸血，很会留人，不断的风筝对面啊，真的对面根本抓不到。再加上我们那么多段位移，怎么抓呢？超难抓的这个英雄啊，玩到最后临死的一个状态，根本抓不掉，要抓超难的。我们再加这个我们的魔纹之下，基本上对面想要收我们都是不太可能的这个事情。那这里看到对面一直想要去骚扰我们这个魔龙路，其实在魔龙路前期真的是先发育起来啊，先发育起来。兰朵这个英雄呢，
没错，会很秀啊，可以很秀。可是他在前期的时候呢，伤害量真的，还不算很高，所以呢，尽量的先发育，把一些主要的装备我们先出了啊，出了这个电刀还有这个鞋子之后，伤害基本上在前期啊就算是可以打了。那再加上之后的圣剑一出来之后，那对面呢如果被我们点到的话，会比较痛的一个。那这里我们直接大招，哇，马上推你过去，然后一个秀，又来一个一技能在闪现，哇，对面那么多人来抓我们呢，反倒没有收掉我们的人头，反是被我们先收掉这个井，然后呢这个闪电侠落荒而逃。这里可以看到，其实兰多这个大招呢，如果你不是玩打野的话，或者是不需要进场的话，这个大招应该先扣着，因为很多时候对面来 gank 的时候，这个大招其实是你一个保命的技能。那如果你要进场的话，怎么用？大招起手，然后大招第二段，然后一技能跟上，这样就有2段的位移了。那这样的连招下去，基本上对面无论是上一把窝对到的是基本上全个传说对决位移最多的英雄了，熊猫祖卡，照样大招2段再加一技能跟上，他也能追得到。这个就是如果要进场的话，是要这样去做一个选择。那现在呢，哥的小兄弟他就要放我们自己在一个人在这里打线，其实是可以的，一开始就可以了。他其实一开始就可以去跑线。那他如果不放心我们，就是想要保护我们，那也是感谢他，没所谓啊。这里，那在装备方面呢，有些小兄弟会一开始先做鞋子，就是先不做电刀，然后先做鞋子，没有说不可以啊。这里我们大招起手，像我们刚刚说的一技能跟上，可是这个时间点的这个伤害还没出来。那刚刚说到先做鞋子的话，如果我们在魔龙路的话呢，我会先做或者是左边线反正玩兰夺通常我都是先做一个武器，比方说电刀、龙骨，因为一开始呢我们玩兰夺不太需要跑线，再加上我们的电刀，它越前期出它的效益越好。那这里不用管这个井直接去点它的这个防御塔。不断的点，直接把他的这个防御塔直接拆掉那当然了，你想先做鞋子也是可以的，那你支援性就会提高那电刀作为一个前期的武器呢，它是在前期的效益会很好。如果你越早出的话，它的效益呢会越大。那这里我们呢，先破可对面的查根纳尔，然后大招想一想要不要跟上，不一定要跟上哦。因为看到对面，比方说我们的蝙蝠侠已经被收掉，那就不要跟上了。再加上现在各的状况真的十分不好，这也示范如何躲过对面的这个营咒对营咒其实这个兰多是很好对，这样先开启2技能，然后呢，你看到自己的蝴蝶是逆时针转嘛，然后你的2技能呢，你的这个冷却条，那也会有一个像一个倒数一样。那其实这个倒数跟你的这个蝴蝶转圈圈的速度是一样的这个技巧大家要记得，这样的话你就大概会记得自己的蝴蝶会在哪里了。那如果蝴蝶在哪一个地方，就等到他去那个地方的时候，按2技能第2段，那个对面营咒的技能，他就控不到你了，因为他已经超出他的距离了。这里不断的点对面的井，然后呢一技能进场，然后又退一下。7进7出，一个1技能大招，然后呢不断的一个2技能，确保这蝴蝶不在自己身上。这里呢对面触发我们的这个恶魔的这个死神镰刀，一个1技能，追我然后呢往回拉，直接躲掉对面。我们这个超残血的状态，对面还是受不掉，这个就是兰多的厉害之处，太夸张了这个英雄。你要拿它来玩什么排位什么都好什么段位都好，你玩得够好，对面很难抓得到你，真的很难抓得到你这个英雄他的整个操作，基本上呢，如果你是玩得熟练，玩得很精致的话呢，这对面很怕的。这个英雄我觉得是职业赛场上我们 GCS 也好，或者是之后的这个世界赛大家可能也应该很常会看到这个英雄
那它呢会有一个错位的选择，它可以就5条，这除了辅助之外，它这个英雄啊什么路都可以走啊，因为它有打法伤嘛，你来走中路也不是不可以这个选择。那如果你拿它来走这个凯撒路，真也是蛮好，很好，应该不能说蛮好，很好了已经。这里对面的这个小兄弟想要追我们先开启大招，想一想要不要进场。那不要的话，那就不要开启第2段进场了。因为这个血量我们不健康的状况之下，如果贸贸然进场，对面人头又有消的话，其实是不好的一个选择。这里把这兵线整理掉，那再回城，这小小的兵线也不要浪费啊，尽量把它尾刀。那我们出装的之后呢，是出一个这个攻速鞋。有些小兄弟会问，要不要出一个模仿鞋？是可以的啊，没有说不可以的。那容错率又再大大增加了。不过你前期的攻速，你可能真的打人就真的没那么的痛啊。而且呢，这套装备呢，窝窝呢是算过的。如果你再出一个这个魔防鞋的话，其实容错率会大大增加，可是，在前期真的没有什么威胁性啊。那如果想要前期有威胁性的话呢，可以先出一个这个攻速鞋。毕竟呢，整个装备的攻速的整个系数不高啊，攻速鞋很好的去确保了这个缺点呢，可以去弥补了。这里不断的poke对面的查格纳尔啊，不断的点，那一个往回拉，让对面的营救呢，他即便甩他的这个钩子啊，也不会打到我们。那这里我们第3个装备呢，要出一个圣剑。那圣剑这个装备呢，对于兰多来说是效益超大的。为什么说效益很大？因为它原本可以打法术暴击的伤害，那这个圣剑的被动呢，可以让自己的这个暴击伤害暴击效果大大提高。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兰多的这个法术暴击来说是很有用的一个装备。这样的话呢，能够使得自己呢这个伤害可能有法师一样的痛了。暴击伤害可能打上去法术的1-2千。那整个伤害呢，真的是蛮不错的，很不错的。再加上呢，你不像法师，如果你玩这个克里希的话，你的谍影穿花也有 CD， 可是我们是普攻啊，普攻的1-2千的这个法术伤害，哇，那得多夸张！所以我们直接呢确保自己的蝴蝶不在身上。其实确保蝴蝶不在身上很有一个重要之处。这样的话才能够触发到他的被动啊，攻击的这个间隔才会有缩减。那兰多是一个不断poke型的一个英雄，这里我们直接呢进场去poke对面的这个查格纳，使用这里的普攻呢不断的去点对面呢，其实对对面来说是一个很困扰的事，因为对面可能没有一些吸血的装备啊。那德鲁伊的被动呢也没有回的那么多，但如果你把血量不断的消耗，他又抓不到你，他又回城了一回城呢，其实对我们这种中后期会很强势的英雄来说，是很好的一个选择。我们会不断的发育，那再加上如果是打团战起来，对面如果又要回城的话被我们消耗到血量，那就更亏了。这里呢，不断的先把这个对面的蝙蝠侠收掉，一技能进场，2技能把对面2位英雄都收掉。然后对面还有一个艾米莉不断的去风筝他，又把他人头直接收掉。这里就可以看到，其实兰多这个英雄呢，他的伤害在这个中期的时候已经出来了。第4件装备呢，我们会出什么装备出一个冰袍冰袍为什么出冰袍？因为他的留人能力真的超强的。这里我们刚刚直接躲过对面这个营咒的伤害。本来呢，我们兰多这个英雄就已经很难抓了，像我一开始说的，再加上病袍，真的对面会真的很讨厌呢。哇，怎么整场下来这个英雄一次他的头，他是射手应该是我们营咒很容易对付的吧？我们这个切牌角很容易对付的吧？射手位，不对，这个英雄真的比菲尼克更难处理啊。你玩得好这个走位的话，对面真的完全抓不到，可以再加上你出这种装备，那对面的这更难抓你了整场下来呢，一丝都抓不到。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一把闪电侠也好，艾米丽也好，对面营救都好，很多次想要去
收掉我们，很多次都是瞄准我们来打。那可惜的是对面一次都没有抓到。那新的是什么呢？新的就是呢，如果你不是要进场，那如果你要进场，也要去看一下对面到底人头消的多不多，或者是对面的刺客切牌的还在不在。如果还在或者是不见了，那就可以先扣着大招，要不然对面切你的时候没有招式可以去控制对面。那这里画风一转，我们全部小兄弟残血，我们直接往回把一个对面小兄弟收掉，然后呢大招往那边先逃，不要让这个闪电侠呢打到我们，再把他然后直接收掉。那在这个时间点呢，可以打凯撒的，可是队友的这个状况不太好，小兄弟们状况不好，那就不该打，那这里就不要打了。那如果不是对面被团灭了一波，这个时间点拿一个凯撒，刚刚是蛮不错的一个选择。那没所谓。那击杀呢，往往是为了去争夺地图上的一些资源。把对面收了那么多英雄之后呢，不要浪费时间，把对面的红区直接刷一遍。刚刚有小野也把这个小野在这个下路的对面蓝区也刷一遍。那冰袍这个之后的装备就更夸张了，出个冬日战服这个全部元素有。暴击的装备出一个圣剑很足够，很足够。然后呢，不断的留人。使用一个冰袍再加一个冬日，刚刚冰袍我已经觉得是，跟大家说，留人很厉害了，而且逃生能力超强。这里再加一个冬日战服，完全抓不到，真的抓不到的这个英雄。你玩得好的话，他比莫拉还能难抓。这里直接一技能把这个对面收掉一个英雄，再把对面的艾米丽搭配队友再收掉。这里不断的poke对面，这时候的伤害就已经出来了。这里做到一个 double kills， 把对面的查格纳也直接收掉。对面4个人头呢都被我们收掉，这时候还是临死的一个状态。上路有一个小兄弟，这个闪电侠我们直接点扛一下塔，把他点，这个伤害真的很高了，到这个时间点，又抓不到，伤害又高，然后呢把对面主堡直接拆掉，赢得这场胜利。感谢大家收看，我是麦听多。喜欢影片的话呢，别忘了订阅、点赞还有分享。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